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漫漫影言社，我是小雨。今天我要说一个噩梦般的恐怖故事。主角贝斯是一个以当上知名恐怖作家为梦想的女孩，她热爱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。在他们一家搬往已故亲戚老屋的路上，她羞涩地读出自己新写的小说，在得到母亲的赞赏跟鼓励后，不禁雀跃了起来。不过很快就被后座的姐姐薇拉打击了。在她嘲讽过妹妹后，窗外刚好经过一辆货车，里面的人跟他们挥手。贝斯跟母亲友善的回应，而薇拉则反叛地举起了中指。他们顺利到达了老屋，屋子里满抱着怀旧的洋娃娃、水晶吊灯和黑白挂画，充满了诡异感。当他们开始整理行李时，贝斯的出巢却突然到来。母亲让贝斯好好休息，这事却引来了薇拉的不满。薇拉虽然也暗自关心着贝斯，但却因为觉得母亲更偏心贝斯而感到伤心。这时屋子外超然停了一辆货车，薇拉和母亲继续整理行李，一个男人却突然冲出来把母亲打晕了。两个女孩惊慌地跑走，却被抓住拖往地下室。男人闻到贝斯身上月经的味道，嫌弃地把她抛到地上，然后抓走了薇拉。与男人同行的另一个男生女装的人守着贝斯，正当他手中的皮鞭快打到贝斯时，母亲突然在旁边扑向他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打斗。之后母亲把哪个人打倒在地，她叫贝斯逃走，她则去找薇拉。最后母亲杀死男人，救下了自己的女儿。画面转到了多年之后，贝斯尖叫着从梦中惊醒，这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名的畅销恐怖小说作家，还有一个美满的家庭。这天他接到了薇拉的来电，他哭叫着让贝斯一定要回来，不要抛下他。贝斯觉得很是奇怪，于是决定回老家一趟。回到老家的贝斯发现母亲和屋子都没变过，而薇拉的精神问题则越来越严重。她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一直说着当年的事情，身上出现各种伤口，找人去拯救她。贝斯对薇拉感到束手无策和愧疚，并开始发起噩梦。面对家中的异样，贝斯也变得紧绷起来。一天晚上，奇怪的声音把贝斯引到房间，在房间内的是被绑在床上的薇拉，她身穿洋装，面上画着浓妆，惊恐地打量四周。贝斯觉得薇拉又发病了，一边安慰着薇拉，一边去找药师。可当贝斯一出房间，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，里面响起了巴掌声跟惨叫声。贝斯发现门被锁上了，于是去叫醒母亲，母亲却回答这里没有钥匙。贝斯回到那个房间，看见薇拉冲了出去，她的行为就好像被某人掌掴着，连手指也折断了。母亲也赶了过来，她对躺在地上的薇拉说，她知道薇拉想从妹妹身上得到什么。之后又叫贝斯不要听姐姐的话，然后就出去叫救护车。回到房子的贝斯发现薇拉又不见了，从地下室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他说薇拉已经被弄坏，现在就轮到他了。走廊里，贝斯仿佛看到了大块头男人的身影，他在等待母亲的过程中睡着了，醒过来后却发现自己脸上全是淤青。贝斯跑到地下室跟薇拉对责，薇拉问贝斯现在明白了吗？激动的贝斯摇晃着薇拉的肩膀，却被薇拉扇了一巴掌，叫他不要再逃避，去尝试面对现实。在零碎的记忆片段中，贝斯终于记起了一切。原来当时母亲早在打斗中死去，而他们一直都被囚禁在这个房子。因为贝斯太过痛苦，大脑才会自我保护地让他陷入幻想之中。贝斯清醒过来，母亲的死让他十分悲痛，令他不禁地责怪了薇拉，为什么要把他从美梦中叫醒，强迫他去面对噩梦。不过此刻他们也只能抱在一起互相安慰。闹钟响起了，薇拉突然把贝斯藏在储物柜，叮嘱他无论发生任何事也千万不要动，也不要哭。然后柜门被女装男人打开了，他把贝斯抓起，
把她打扮得像个娃娃，放置在一个满布洋娃娃的房间里。拐着脚的大块头缓慢地走进房间，他把一个洋娃娃抱在腿上，掀起她的裙子，似乎想做点什么。洋娃娃却发出了声音，让大块头激动地折断了洋娃娃的手指，又烧掉了他的手。这时大块头看向贝斯，把他抓了起来。贝斯吓得挣扎起来，于是大块头又拿出了火枪，准备惩罚他。贝斯趁大块头分心之际，把发针插在他的肩膀，跑了出去，但很快又被抓住。贝斯又拿起旁边的打印机砸晕了他。这时女装男人破门而入，贝斯躲在镜子后面避开了他。他又马上跑下楼，把薇拉带出屋外。他们穿过树林，跑到了高速公路。然而经过的车子完全不理他们。在痛哭的两人突然听到警哨声，警察下车查探，正想把他们带上车之际，砰的一声，把他们唯一的希望打死了。女装男人把他们抓到糖果货车上，又带他们回到那个家中。绝望的贝斯又陷入了幻想，他幻想自己是聚会的主角，他的母亲和他最崇拜的偶像洛夫克拉夫特都前来为他庆祝。然后贝斯再次看到痛苦尖叫的薇拉，母亲劝喻贝斯不要回去丑陋的现实，继续留在梦中。但这次贝斯却决定为了姐姐不再逃避，他流着泪冲破了玻璃，回到了现实之中。这时大块头男人准备把他杀掉，镜子里的洋娃娃却发出了声音，吸引了他的注意。逃过一劫的贝斯顺着声音来到薇拉所在的房间，推倒了正在攻击薇拉的女装男人，并咬破了他的手。正想冲进房间的大块头男人也被赶来的警察一枪打死，女装男人也被射杀了。噩梦终于结束了。被推往救护车时，贝斯回望了这个家中的一切，而母亲就站在屋里，指着地上的打印机，让他去实现梦想。故事就此结束。噩梦娃娃屋的导演是帕斯卡·劳吉尔，他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《极限残杀炼狱》，那部电影相对来说比较血腥，心脏强的人也可以去看看。说回噩梦娃娃屋，它的剧情紧凑，几乎没有冷场，角色塑造也很是到位。电影里满布了各种细节暗示，即便是吓人的桥段也是有意义的，这就跟一般的恐怖电影很不一样。再加上导演善于运用恐惧的元素，让我们一下怀疑是闹鬼，一下质疑姐姐薇拉。而到电影后半部，即使伏笔已经收回，但我们仍会为角色的处境而紧张恐惧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电影中的主角都是女性，她们没有父亲、丈夫。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剧情的需要，但另一方面，导演深知男性是压力与恐惧的来源，无论是力量的悬殊、硬暴力或是性暴力，女性都处于弱势。这个设定为这部电影营造出压力和恐怖的氛围。电影有一个核心的概念，那就是自我保护机制，它会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被触发，比如歪曲我们的动作、记忆、感知等。这个机制是以保障我们心理健康而存在，以防我们陷入疯狂或受到重大的打击。贝斯就是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，大脑为了保护自己而制造出了幻想。而当贝斯要结出活在现实的薇拉时，大脑还把贝斯最依赖的母亲制造出来，以稳定他的情绪。电影多次提及了洛夫克拉夫特，他是写科苏鲁神话中最有名的小说家。科苏鲁神话的世界观是人类无法以有限的心智理解生命的本质，而宇宙对于人类来说是残酷陌生的，就正如真相对于贝斯来说残酷无情。而机制就是他唯一的避难所，可避难所不是永恒，他终须走出梦境，面对现实。贝斯的一生都在逃避，他会怪责薇拉让他去面对噩梦，可他没想过薇拉独自一人究竟面对了什么。不过他为了姐姐而勇敢踏出的那一步，最终令他们得以脱离这场噩梦。而对我们来说，逃避很多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，一遇到困境就会躲开。可是困境有时造就了我们，让我们有所成长。这部电影实质更注重在观众的体验与观感，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电影，亲身感受当中的紧张与绝望感。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们会想活在虚假的快乐中，还是残酷的现实中呢？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解说和不专业影评的话，就点个喜欢还有订阅我们，不喜欢也留言让我们知道吧。
我们之后也会定期上传各种的影片，想继续关注我们的话，就开启小铃铛吧。